你知道吗？有钱人的小孩进台大的机会是穷人小孩的6倍。你出生的家庭真的会决定你的一生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阶级复制吧。嗨，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网络上很常看到有人会半开玩笑的说啊，会读书还不如会投胎。不幸的是，这句话很可能是真的。根据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的研究，10个贫穷儿童里面有6个长大之后会一样贫穷。而在台湾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生在最贫穷阶级的小孩有接近40%长大之后还会在最穷的阶级里面，穷人翻身比想象当中更加的困难。可是反过来有不少的研究都发现说，有钱人的小孩什么都比较会，他们不止呢是比较容易进名校，更容易赚钱，甚至还比较容易进入 NBA。这种阶级复制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又应该要怎么解决呢？今天就让我们用一些国内外的研究，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阶级复制吧。首先，我们要来先定义一下阶级复制到底是什么意思？这跟常听到的贫富差距是一样的吗？那所谓的贫富差距，指的是社会里面财富分配不均等，有的人超有钱，有的人超级穷。而阶级复制呢，就是贫富差距被延续到下一代的情况，可以说是贫富差距的升级版。换句话说，在一个阶级复制很严重的地方，如果爸妈有钱，小孩长大也很可能会有钱；相反的，家里很穷的小孩长大后也一定会很穷。这种现象之所以会发生主要是因为有3个资本会被继承到下一代。第一种是财务资本，白话来说就是钱，因为在我们的社会要累积财富，用投资钱滚钱的方式，比打工赚钱的速度快很多。而有钱人家呢，可以提供小孩更多的资本，要赚钱当然也比较容易。第二种呢是文化资本，白话来说就是知识。来自富裕家庭的小孩呢，他们的父母更容易教他们专业知识，培养他们的文化素养，甚至同理心等等的价值观。在他们长大之后，这种文化上面的优势也让他们更容易被社会尊重跟接受。最后第3种呢，叫做社会资本。简单来说就是人脉，因为一般来说，有钱父母呢会认识更多的有利人士，比如说小孩想要进入某个行业，父母更容易透过朋友帮他们介绍机会，提供产业资讯等等。那当然，这不是说穷人家的小孩就没有文化跟人脉，只不过在我们的社会，他们的能力不但很难被用在学校里面，甚至还会让他们被歧视。像是正统文化跟古典乐文化，会做工呢跟会考试，理论上面没有优劣之分，可是大家却很容易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待其中一方。另外，研究也发现，家庭环境有很大一部分呢，也会影响到小孩的教育。有一项研究针对15岁学生测验发现台湾背景最优势跟背景最劣势的学生总体成绩表现差距了3年，而全台湾前10% 有钱人家的小孩进台大的几率是最后10% 贫困家庭小孩的6倍。而且不只是成绩表现有差国内外的研究也发现，小孩的软实力也会被家庭经济影响。在比较有钱的家庭里面呢，因为父母比较有时间跟资本去陪伴还有教育小孩，甚至亲自参与学校的活动，这些小孩呢通常有更好的语言能力，更好的团队合作跟组织能力，小孩也因此更容易有自信去面对跟挑战问题。而在比较贫穷的家庭里面，父母并不是不关心小孩的教育，但是呢，因为他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工作，也没有相关的知识跟资本，所以更常用比较强硬的打骂手段去进行教育。在这种环境长大的小孩，更常被要求乖乖听话就好，比较不敢冒险跟挑战。而且上面讲的这些还算是相对好的状况，有些遇到特殊状况的家庭，对小孩的影响会更加的严重。比如说，因为爸妈竞争力不足，又或是因为意外生病等等的原因失业，这个家庭就会陷入经济困境，他们的小孩很容易就因此中辍学业，失去受教育的机会。而另外也有研究发现，贫穷家庭如果遭遇到风险跟危机，犯罪率会变得比较高，较容易发生这个家暴虐待儿童的事件等等。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不但会有人身安全的问题，他们也更容易患上心理和精神疾病，导致他们更难摆脱自己所身处的阶级，让阶级复制问题持续的恶化。不过问题就来了，我们也很常听到穷人翻身、3级贫户变总统的故事阶级复制真的那么严重吗？它是不是只是大家不努力的借口而已呢？要看一个地方的阶级复制严不严重，一个常见的做法是去观察所谓的代际财富流动性。白话来说呢，就是用爸爸妈妈的收入拿去跟小孩的收入比较，看看小孩是会比这个爸妈更有钱，还是会更穷。
那以台湾来说，截至2018年的研究发现，最有钱的20% 的家庭呢，他们的孩子有45% 的几率也会成为最有钱的那一群人。而最穷的20% 家庭呢，他们的孩子有37% 的几率会继续的维持在最穷的阶级当中。不过与其他的国家比起来，台湾的状况其实已经算相对好了。在美国呢，最有钱的家庭里面，52% 的小孩会继续留在那个阶级；最穷的阶级里面的孩子呢，只有1% 有机会变成最有钱的人。这就等于说，美国穷人家孩子想要变有钱人，一出生的难度就是人家的52倍。就算不看单纯收入本身有钱的孩子呢，在其他领域的成功机会也都比较高。像是有研究发现，出身贫穷家庭的白人小孩进入 NBA 的几率比中产白人小孩少了75%。而这种阶级复制的现象，其实不只是会对个人产生影响而已，还会对整个社会都带来动荡，因为它会让一个社会的资源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公平，社会间的撕裂还有对立也会变得更加的严重。有研究发现，在贫富差距很大的地方，极端的言论偏激还有暴力犯罪等等的问题也更容易出现。所以阶级复制的问题呢，不单只是个人会面对的悲剧，而是影响整个社会的现象。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因为阶级复制的成因很复杂所以很难用一个方式就简单的解决，必须要从多个面向同时下手。世界经济论坛报告呢，就给出了几个重要的方向建议，像是大家熟悉的教育就是改变阶级很重要的关键。这个呢，我们在另外一集影片里面曾经讨论过，这里就先不细谈。除此之外呢，改善税收制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他们主张政府应该要设置遗产税，还有资源重分配计划，让这个社会的财富呢可以更平均的被分配。那上面这些呢都还算蛮好想象的。WEF 另外还提出了一个我们可能比较陌生的建议，他们认为建立更好的社会安全网对于改善阶级复制也相当关键。因为贫穷家庭的财务弹性相对比较低，家人出现失业生病、意外，甚至是吸毒、酗酒的问题，就很容易让整个家庭陷入混乱。这个时候，社会安全网呢就能够拉他们一把，提供必要的协助，让人不会一遇到突发状况就掉到无可挽回的绝境里面。不过，社会安全网要成功运作的重点，必须要依赖社工警察、医院等等不同单位的合作。私领域的家庭与社区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才能够更完整的照顾到整个脆弱家庭的需求。因此，为了更积极的面对这些问题，台湾从2018年开始就推动了强化社会安全网计划。2018年，行政院推出了强化社会安全网计划，希望结合政府各部门的力量，以家庭为中心、社区为基础的观念切入，建构一张绵密的安全防护网，扶持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个体。那社会安全网相关的政策有很多，我们这边主要讲脱贫方案、家庭支持跟安全保护这3种。以脱贫方案来说，政府从2017年的6月开办了儿少教育发展账户，让弱势的家长跟政府共同存款，为小孩累积未来的基金，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跟创业资源。另外，社政与劳政单位也携手合作，结合了社会福利跟就业服务系统，推出了社劳政联合促进就业服务。主要目的呢是协助那些条件相对不利的人找工作，让他们能够在经济上面独立。而除了经济上面的援助，社会安全网也针对有教养照顾困难的家庭提供家庭支持，像是设置课后照顾服务提供家庭育儿支持、社区的资源辅导媒合，甚至是提供亲职教育等等。这都是希望让弱势家庭的小孩跟父母能够得到更多的照顾跟支持，减少偏差行为或犯罪事件发生。至于在学校，社会安全网也努力的强化校内外的资源连结，比方说呢，集结教育部跟卫福部的资讯系统，更有效的服务中辍儿少，加强原有的系统。最后，对于一些状况比较严重，会发生暴力还有犯罪状况的家庭，安全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这部分社会安全网努力的强化服务量能，针对有相关个案的家庭提供服务跟协助，降低暴力再犯及自杀风险。另外，也透过3级预防机制，强化落实防治工作。同时，为了更早介入重大儿少虐待案件，社会安全网下也设置了儿少保护区域医疗整合中心，结合医疗专业评估，迅速的辨识小孩的伤势，是情节启动司法侦查。以上这种方式，我都是希望用社安网路去介入弱势家庭，减少他们的不利因素，让这些弱势小孩更有机会摆脱阶级的影响，向上流动。那最后也特别说一下虽然今天讨论的主要是弱势家庭，但像是家庭暴力之类的这个问题呢，在高社经地位的家庭当中也同样会出现，他们也同样可以从社会安全网获得帮助。所以不管是你或者身边的人有需求，都可以透过点击资讯栏的关怀一起来连结，让社会安全网为了你的需要而启动。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影片呢，很大部分都在讲这个社会对于贫穷家庭有多么的不利，但我们绝对不是要占有钱人都不劳而获。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有钱人也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才能够累积到自己的财富，而且每个人都想要为自己的小孩提供最好的资源呢。有资本的家长想让小孩过得更好，当然也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以现实来说，想要达到每个人都在同一个起跑点上开始，确实是不太可能啦。但是我们认为，虽然完全平等不一定能够做得到，但是努力的做到相对平等是非常重要的。像是对我们自己来说，看阶级复制问题最有感的是人生可能性的议题。因为支持我们努力的动力，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相信自己的付出能够得到相对应的报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可是如果有个社会一出生就决定了你的未来的天花板，你怎么样努力都没有用，那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算对于小康家庭出身的人也一样，如果一个意外家道中落，直接就会万劫不复，那这个社会绝对是不健康的。因此，社会安全网的存在呢，就像是一个保险的作用，努力的让这个现象不会持续恶化下去。所以，虽然呢要一步到位并不容易，但是呢，也很希望透过今天的影片，能够让大家更关心跟讨论这个现象，也鼓励大家呢到我们的资讯栏查看更多的资讯哦。好的，那今天的最后呢，我们想来问问大家，你觉得自己有经历过阶级复制的困境吗？有哦，因为家庭环境的关系，生活比别人吃力很多，并没有我一直觉得个人的努力比家庭更重要。其实不确定哦，我之前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听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阶级复制的问题。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教育不平等以及穷人思维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